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说到京都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传统文化。原本以为这里的复古氛围，大多来自那些保存良好的寺庙神社。在这里生活后才发现，保存文化的观念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范围里，从穿着的衣饰、使用的器具、饮食的料理，到居住的建筑，方方面面都在为保留传统文化的魅力而努力。分享4间古迹建筑改造的咖啡馆，在这里休息，就像是回到质朴年代，用慢节奏聆听内心的声音。如果对这4间咖啡馆感兴趣，资讯栏有更多详细的讯息。现在就跟我一起探访这4家古迹咖啡馆吧。在京都市中心的佛光寺里面的滴滴食堂，是一间与当地社区紧密结合的餐厅。滴滴食堂的完整名称是 D&D Department， 是日本设计师创立的风格商店组织。主要的理念是永续设计，在全日本47个县市都有据点，而京都的据点就在佛光寺。永续设计的理念应用在餐饮上，就是透过美食传达当地的文化，以本地生产、本地消费为经营模式，一方面确保食材的新鲜和供应的稳定，另一方面也创造持续的消费需求。本应幽静的佛寺，却传来烹饪时的器械声，偶尔飘来一股浓浓的咖啡香气，让这间800年历史的古寺像是获得了新生命。除了餐饮，寺院的南侧还有一间选物店。选物店的一角是小型的展示空间，把这里的文青气质拉到最高点。在这里看到文化被用心的保存，并透过生活化的方式传承，就会被这种努力而吸引，忍不住想一直待在这里，把每个角落的情感都尽收眼底。距离市区有点距离的本部咖啡，附近有世界文化遗产西方寺，别称竹寺的地藏院，以及有上千只灵虫的华严寺。在参观完附近的寺院后，可以到这里享受不一样的体验。从外观看，这里有点低调。
但进入庭院的大门后，就会被眼前的古迹建筑所吸引。这里的竹建筑有个美丽的名字，叫做辉夜姬竹宫，是昭和时代工匠大师的作品。改造的空间是布鲁克林风格的复古咖啡馆，虽然是和洋混合的改造风格，却在古老与时尚中找到最佳平衡点。在柜台点餐后，穿过狭窄的走廊，便进入了铺满榻榻米的坐席。这个空间没有放置太多座位，可以很从容地欣赏这里的细节。Listen to the words I say, only watch what I do, and you will know me well. 来这里喝咖啡，会相信一件事，就是热情是会传染的。大师用对竹子的热情建造了这间独特的建筑，后人把热情延伸到咖啡空间的营造，成为在京都难忘的体验。藏身在大德寺附近的住宅区之中，萨拉萨西镇咖啡馆的外观却不太低调。门口的唐破风造型非常醒目，走过一定不会错过。改建100年前的藤森温泉浴场，外观的华丽风格，可以想象当年这里的繁华。推门而入，里面是比想象中还宽敞的用餐空间。挑高的屋顶和天窗引入适当的光线，完全没有压迫感。墙壁保留了澡堂的瓷砖，加上复古的沙发家具，搭配昏黄色的灯光，就像是步入了电影《神隐少女》的场景一样。菜单都是手绘的，非常可爱。本来以为这类型的餐厅餐点分量都很少，不过萨拉萨西镇的餐点分量却非常大。点了咖喱饭，还有附上配菜，最后竟然有点吃不完。
萨拉萨在京都有好几家店，每家分店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。在复古的建筑中，融入流行的艺文资讯和饮食趋势，新旧交融的吸引力点是在静谧的空间里。在这里，不论和朋友聊天，或是自己一个人看看书，总能找到最舒服的方式待着。萨拉萨西镇附近还有一间100年历史的船缸温泉，和大德寺串成一个一日行程，绝对能让身心获得最大的放松。人气景点南禅寺附近的蓝瓶咖啡是京都第一家经营的分店。翻新100多年历史的2层楼结构丁屋，为这一区的老灵魂注入新活力。这家店由2栋建筑组成，前面这栋以贩售周边商品为主，中庭和后面这栋才是座位区。老房子的结构保存得很完整，还看得见具有年代感的木头梁柱和黄泥土墙。设计走的是现代简洁的风格，采用大面玻璃。虽然是老房子，但室内很通透明亮，非常适合拍照。当我询问店员室内可以摄影吗？店员很兴奋地鼓励我尽量拍，并且手指着木质横梁的框架，告诉我这是不能错过的特色。可见店员对这里的环境非常自豪，并且希望顾客也能爱上这里。I want to be with you both day and night, to sit on the grass beneath the moonlight. I know that life won't last forever, but at least we can grow old together.看着专注冲泡咖啡的店员，坐在工艺讲究的建筑室内，在这里不光是喝一杯咖啡，而是感受匠人精神的魅力。古迹建筑对我来说有一股魔力，来到这里好像就能穿越到过去，在心里拼凑出一个理想的片段。京都保护古迹的方式，并不是制造距离感，而是将这些建筑融入到一般人的日常中，让人生活在这里就会爱上这里。那么，在京都，哪一间古迹建筑改造的商店或餐厅最吸引你呢？